七殿废墟的血腥味尚未散尽，七殿主已命人清理出一处僻静的石室，石室内壁镶嵌着罕见的静心玉，能微弱压制灵力波动，最适合疗伤。陈平，这是我七殿仅存的3枚凝神丹，对稳固神魂有奇效，你且先用着。七殿主双手捧着玉盒，态度恭敬的近乎谦卑。他亲眼见识过9重天神魂的恐怖，此刻面对陈平，早已没了半分之前的敌意。霍晶晶扶着陈平坐下，眉头紧蹙地看着他胸口那片扩散的黑气，这魔气霸道得很，会不会伤及根本？陈平摆了摆手，将凝神丹收入储物戒，无妨。赤云前辈的力量虽烈，却留有余地，只是我肉身暂时承受不住罢了。他指尖划过眉心，一道微不可察的金光闪过，镇魔塔的虚影在他体内缓缓旋转。我需闭关几日，此地便劳烦七殿主照看了。话音未落，陈平周身已泛起淡金色的光晕，整个人竟缓缓沉入地面。静心玉镶嵌的石壁剧烈震颤，一道古朴的塔影从地底升起，将他的身影彻底吞没。这是法宝内的独立空间。七殿主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地面上恢复平整的石板，眼中满是骇然。能将法宝空间与地脉相连，这等手段已远超3重天修士的认知。镇魔塔内却是另一番景象，无数的仙石灵脉在镇魔塔内，还有仙草，各种灵宝，这些都是陈平灭了那些宗门之后抢夺来的。该死的老魔头，用这么霸道的力量，是想把我肉身拆了重建吗？陈平咬牙运转心法，试图修复自己的身体。伴随着凝心诀的运转，无数的仙气朝着陈平的体内涌去。3天3夜悄然流逝。石室外，霍晶晶、莫青云与胡麻子寸步不离。七殿主每日都来探望，带来的疗伤灵药堆满了半间屋子，甚至连他珍藏多年的玄冰玉髓都现了出来。晶晶姐，你说陈平会不会出什么事？莫青云搓着手掌，满脸担忧。他至今忘不了陈平化身魔神时的恐怖模样，那股灭世般的威压让他夜里都睡不安稳。霍晶晶望着紧闭的石门，眼神坚定，他不是那种轻易倒下的人。话虽如此，他紧攥的拳心却已沁出冷汗。此时的镇魔塔内，陈平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咔嚓，仿佛有层无形的枷锁破碎，陈平体内的紫金色能量暴涨3倍，周身气浪直冲塔顶。散仙境5品的壁垒应声而破，澎湃的灵力在经脉中奔腾，最终沉淀在气海深处。陈平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。散仙境6品，陈平缓缓睁开眼，眸中紫金色光芒一闪而逝。他摊开手掌，一缕紫金能量在指尖跳跃，触碰到空气的瞬间，竟让空间泛起细微的涟漪。这就是散仙境6品的力量。他喃喃自语，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充盈感。之前被魔气侵蚀的伤口已结痂脱落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，被紫金色能量包裹着，隐隐散发着温热。镇魔塔中的大部分仙石渐渐暗淡，仿佛完成了使命。陈平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骨骼发出一连串清脆的爆响，每一寸肌肉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。散仙境6品在陈平身上爆发的实力，足以应对地仙境的修士。赤云前辈，这次多谢了。陈平轻声道。沉寂片刻，脑海中响起赤云魔君懒洋洋的声音：小子，别高兴得太早，那2个老东西只是小喽啰，能派出这种角色的组织，背后定然有更厉害的老怪物。你这点修为，遇上了还是得跑。陈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跑？我陈平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逃字。靠，你就会吹牛逼，这几次没有我出手，你不逃早就死翘翘了。赤云魔君毫不避讳的揭短。陈平一阵尴尬，身形一动，化作一道金光冲出镇魔塔，落在石室之中。陈平，霍晶晶见石门开启，
立刻冲了上去。看到他神采奕奕的模样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眼眶却不由自主地红了。你吓死我了！莫青云也冲了上去，两个女孩子死死地抱着陈平，丝毫不顾忌别人的目光。这几天他们真的担心了，担心陈平的伤势。七店主紧随其后，感受到陈平身上散仙境6品的气息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才几天，你就突破了？散仙境每提升1品都难如登天，寻常修士号费10年8年都未必能摸到门槛。陈平却在重伤之际连破2品，这等修炼速度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陈平笑了笑，并未解释，劳烦七店主费心了。镇魔塔内外界1年，塔内100年。别看陈平只是待了3天，塔内足足过了将近1年。陈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，目光落在霍晶晶和莫青云身上时，瞬间柔和下来。他刚突破时便已察觉，两个女孩虽未明说，眉宇间却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，周身灵力运转也略显滞涩，显然是之前对战影卫时受了暗伤，只是强撑着不要让他担心。你们2个过来。陈平招手示意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。霍晶晶和莫青云对视一眼，乖乖走到他面前。莫青云下意识想藏起手腕上的淤青，却被陈平一把抓住。这点小伤还想瞒着我？陈平指尖抚过他腕间的青紫，那里残留着影卫毒刃的阴寒之气，还有晶晶，你丹田处的灵力郁结，以为我看不出来？霍晶晶脸颊微红，低声道：不碍事，休养几日便好。不行。陈平摇头，掌心泛起淡淡的金芒，一股温润的气息包裹住两人。你们体内的阴邪之气已侵入经脉，寻常丹药难以根除，我用金龙血脉帮你们疏导，顺便……他顿了顿，看着两人瞬间羞红的脸颊，笑道：顺便借双修之法，助你们稳固境界。双修？莫青云像被烫到般缩回手，耳根红的能滴出血来。陈平，这太……霍晶晶也垂下眼帘，长睫轻颤，指尖搅着衣角，却没直接拒绝。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陈平直接说双修也太丢人了。一旁的胡麻子突然嗤地笑出声，抱着胳膊调侃道：我说陈平想跟姑娘们亲热就直说，还扯什么疗伤？咱都是男人，谁不懂谁啊？你懂个屁！陈平笑骂道：他们体内的阴寒之气与我金龙血脉相冲，唯有以双修之法引导，才能彻底清除。再者说，他们陪我出生入死，我帮他们提升修为，难道不该？胡麻子嘿嘿直笑：该，太该了。那你们赶紧的，我在外面守着，保证没人打扰。莫青云被他说的更是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霍晶晶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向陈平，眼中虽有羞怯，却带着坚定。只要能帮到大家，我愿意。莫青云见霍晶晶应了，也咬着唇点了点头，只是头埋得更低了。陈平不再多言，指尖划过眉心，镇魔塔的金光再次亮起，将三人一同笼罩。待胡麻子的笑声消失在耳畔，三人已站在镇魔塔的内殿之中。这里灵气比外界浓郁100倍，遍地仙石散发出柔和的光晕，中央的玉床上铺着千年暖玉，能自动温养神魂。别怕，陈平握住两人的手，金龙血脉的暖意顺着掌心传来。放松心神，跟着我的灵力走。霍晶晶和莫青云闭上眼，感受着那股温暖的金色气流缓缓涌入体内。起初还有些紧绷，但当金流触及经脉中阴寒的暗伤时，传来一阵舒适的酥麻感，两人渐渐放松下来。陈平盘膝坐下，让两人分坐左右，掌心分别抵在他们的丹田处。他运转凝心诀，引动体内金龙血脉的本源之力，化作2道金线，缓缓探入两人体内。金色血脉所过之处，
阴寒之气如同冰雪玉阳般消融，发出滋滋的清响。霍晶晶和莫青云闷哼一声，只觉丹田处传来阵阵暖流，原本郁结的灵力开始疯狂运转，顺着经脉奔腾不息。就是现在，陈平低喝一声，引导着两人的气息与自己的金龙血脉交融。刹那间，3道身影被金色光茧包裹，光茧中时而有龙影盘旋，时而有青莲绽放。双修并非单纯的索取，而是能量的互补与共鸣。陈平的金龙血脉霸道刚猛，恰好中和了两人体内的阴寒，而他们的灵力也反哺着陈平，让他突破后略显浮躁的境界渐渐稳固。镇魔塔内的时间流速悄然改变，外界一时，塔内已是多日。陈平起身穿好了衣服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一男对两女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当金色光茧散去时，霍晶晶和莫青云缓缓睁开眼，眸中灵光流转，周身散发出散仙境6品的强横气息。莫青云手腕上的淤青早已消失，肌肤莹润如玉。霍晶晶眉宇间的疲惫尽去，气质愈发清冷出尘，却又带着一丝被滋养后的柔美。我突破了。莫青云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力量，满脸惊喜。霍晶晶也握紧拳头，能清晰地感觉到之前困扰她的瓶颈彻底破碎，灵力运转比以往顺畅10倍不止。陈平笑着收回手，体内的金龙血脉虽消耗不少，却更加凝练。现在知道不是光想着占便宜了吧？莫青云脸颊一红，嗔怪地瞪了他一眼，却不知这一眼风情万种。霍晶晶则走上前，轻轻抱住陈平的胳膊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你差点要了我俩的命，都肿了。”陈平拍了拍他的手背，目光温和：“没事，养养就好了。”三人相视而笑，之前的羞涩早已化作默契。当他们再次走出镇魔塔时，胡麻子看到霍晶晶和莫青云的气息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：“我靠，散仙境6品！”胡麻子擦了擦眼睛，冲上来围着两人打转：“我说陈平，你这疗伤手段也太厉害了吧，不光治病，还带拔苗助长的。”他挤眉弄眼的看向陈平，老实交代，这几日在里面没被榨干吧？莫青云被他说的脸又红了，躲到霍晶晶身后。霍晶晶嗔道：“胡大师，别胡说。”陈平哈哈大笑，搂住两人的肩膀：“想知道？自己找个姑娘试试不就知道了。”胡麻子摸着下巴，一脸向往：“这主意不错。”看着三人言笑晏晏的模样，守在远处的七店主倒是有些不解道：“真是可惜了。陈平的实力不错，可是在双修方面还是有些欠缺，这才短短1个时辰就不行了。”陈平一听，顿时无语了，而胡麻子则是哈哈大笑道：“七店主，你这就不懂了，这镇魔塔的时间流逝，可是塔外1年，塔内100年呀。别看外面才短短1个时辰，陈平在里面可是干了好几天。我若是没猜错的话，这2个小女孩都肿了。”啊，这么厉害！七店主顿时震惊不已。霍晶晶和莫青云全都脸红的低下头，肿不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三重天神秘之地，这里终年不见天日，浓稠的黑雾如同实质，连阳光都无法穿透。深处，一座由万千枯骨堆砌而成的宫殿悬浮在半空之上，宫殿牌匾上“恶道殿”3个大字，是用凝固的血浆书写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气。主位之上，一个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静静端坐，他周身环绕着9道灰黑色的魂幡，幡面上无数扭曲的人脸正在痛苦嘶吼，每一次摆动都让整个宫殿的温度骤降3分。此人便是恶道殿的大长老幽无邪。幽冥2老的魂灯熄灭，就连那些阴司影卫也全都覆灭了。这个打击对于幽无邪来说是巨大的，他身为大长老，又是恶道殿此处的，没办法跟着组织交代。最主要的是，
把那令牌都给弄丢了。这可是他们恶道店最宝贵的东西，只要几个令牌吸收足够的亡灵，开启之后，就可以打开天灵洞府的坐标图，他们就能够找到传说中的天灵洞府了。为了吸收足够的亡灵，恶道店派他率领幽冥、二老、鬼面等人来到三重天，开辟了一片空间，到处吸收亡灵。可谁知令牌竟然丢了，鬼面还有幽冥二老也都被杀了。这个消息若是传到恶道店高层的耳朵里，他有100条命也不够死的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一声怒喝如同惊雷炸响，议事殿内的石柱瞬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痕。12名影卫单膝跪地，头颅贴地，浑身抖如筛糠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幽无邪面前的白玉桌案上摆放着2颗暗淡无光的魂珠，那是幽冥二老的本命魂珠，如今已彻底碎裂，只残留着一丝微弱的灵力波动。幽冥二老跟随本座300年，修为早已达到散仙境巅峰，就算在地仙境面前也能支撑片刻，竟被一个3重天的毛头小子杀了。幽无邪的声音如同指甲刮过玻璃，尖锐刺耳。查，给本座查清楚，那陈平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一名身材佝偻的老者颤巍巍地走出，回禀大长老，属下已查明，此子名为陈平，数日前突然出现在青云宗地界，修为进展神速，曾以散仙境3品斩杀过散仙境5品的修士，此次能击杀玄冥二老。据幽冥二老死前传回的消息，那陈平似乎被一股极为强大的神魂附身。神魂附身，幽无邪黑袍下的瞳孔骤然收缩，9道魂幡剧烈震颤起来，难道是哪个老怪物的后人？据传来的消息，那神魂自称来自9重天。9重天，幽无邪猛地站起身，周身黑雾狂涌，整个宫殿的血池都掀起滔天巨浪。难怪幽冥二老他们会死得这么惨，原来是9重天的人在插手。议事殿内的影卫们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匍匐在地。他们从未见过大长老如此失态。9重天这3个字仿佛蕴含着某种恐怖的魔力。幽无邪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惊。他缓缓坐下，手指敲击着桌案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9重天，哼，就算是9重天的神魂又如何？敢杀我们恶道殿的人就得付出代价。别说9重天的一个神魂，就算是9重天的修士，我恶道殿也不怕。这句话直接表明这恶道殿的实力，连9重天的修士都不怕，能够寻到令牌，然后秘密收集亡灵，打算寻找天灵洞府的组织，实力肯定不会太差。否则他们就算是找到天灵洞府的坐标，也根本没能力保护。大长老，那陈平如今在七殿疗伤，七殿主似乎有意庇护他。七殿，幽无邪冷笑一声，魂幡上的人脸发出凄厉的尖笑。一个自封的神族，没落的神殿分部也敢插手本座的事？传令下去，调集影幽阁8大供奉，12穴位，随本座亲赴七殿。这幽无邪竟然连神殿，甚至整个神族都不放在眼里。什么？老者大惊失色，大长老，你要亲自出手？8大供奉，每一位都是半只脚踏入地仙境的顶尖强者，12穴位更是以精血淬炼肉身，战力堪比散仙境巅峰。如此阵容，就算是扫平整个3重天都绰绰有余。现在大长老竟然要带着去对付一个陈平。幽无邪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此子能让9重天神魂附身，绝非池中之物。若不趁他羽翼未丰将其扼杀，日后必成大患。更何况，他抚摸着桌案上的碎魂珠，声音冰冷刺骨。幽冥二老和鬼面他们的账，总得有人来算。可是大长老，神殿那边，神殿。幽无邪嗤笑一声，如今的神殿4分5裂，几个殿主根本不和，哪里还敢管我们恶道殿的闲事？告诉那7殿主，
要么把人交出来，要么就陪着那小子一起化为飞灰。是，老者不敢再劝，躬身退下。鹦鹉邪缓缓起身，黑袍无风自动，9道魂幡环绕周身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。陈平，9重天的神魂，本座倒要看看你们有几分斤两。话音落下，他的身影已化作一道黑烟，消失在议事殿中。8大供奉与12穴位紧随其后，密密麻麻的黑影如同蝗虫过境，朝着7殿的方向疾驰而去。黑风渊上空，原本就阴沉的天空变得更加昏暗，仿佛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血腥风暴。7殿石室中，气氛凝重的几乎能滴出水来。7殿主拿着恶道殿的传讯玉简，手微微颤抖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恶道殿疯了！没想到陈平杀死的那些人，竟然是恶道殿的人。